第1月開預測。有人要幫我畫貓，好可愛！注意保暖，你看你很冷哎，好可愛哦。哇，今天有點冷哎。你要新竹的哪裡啊？都還沒跟我講行程呢。關西吧，我想說好像很少去那個地方。該不會是六福村吧？哎，很久沒去嘞，是個好地方。村啊，衝一波啦，那感覺很好玩呢。這是今天開的車嗎？對啊 ，Suzuki Vitara 一定比六福村刺激。我不想去了。我比六福村更刺激的地方，现在想到我就觉得好恐慌哦。不用担心，那只是车款可以做一些比較刺激性的活动，但是我们這一次真的沒有。我不听，我不相信，我不要再相信男人的鬼話了。唉，我到底是做了什麼措施讓你這樣子戒慎恐懼？不是啊，繼上次我們開了 Jimny 的車去宜蘭越野之後，我真的是心生恐懼。我現在只要看到 Suzuki 的車，我就覺得天哪，是不是要開始我的噩夢了？你知道嗎？而且今天你開這輛車，看起來就是一輛不折不扣的跨界休旅啊，好像我們待會就是要上山下海開山丘。辦得到不代表一定要去做。而且 Jimny 確實是比較硬派越野的車型，但是你也別忘了 Suzuki 旗下也有像 Swift 啊、Ignis 啊這樣子平易近人的小車，我們也都搭過嘛。對。那這一輛 Vitara 呢，則是 Suzuki 折中於都會和戶外生活的車款，所以呢，我們可以非常從容的在市區遊走，也可以進到山區進行玩耍。那尤其這一次在2次小改款之後呢，從外觀到配備都進行了調整，也更符合日常需求。我還是有點擔心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為什麼？你看上次 Jimny 它就是有加力箱，我就看到那個之後，我現在又看到你這排檔後面有一個按鈕，佯裝的音量鍵，但它就是一個非常惹不起的切換模式。哎，你還認得出來它是模式切換用的哦？我現在只要想到你待會又要切換運動模式，你又要開始了，你的手跟你的腳完全不受控制，你整個人都變了。好啦，我跟你講，我這次開車絕對會溫和不刺激，你不用擔心，好不好？我要怎麼不擔心？像我們現在在高速公路上，這一輛2次小改款後的 Vitara 就具備了 Level 2的主動駕駛輔助系統，所以呢，我在這個時候就已經打開了 LKA 車道維持輔助，讓我們可以非常從容不迫的行駛在高速公路上啊，非常放鬆，對不對？時速不要調得太高，你不會有太過的緊張。這個就是這一次改款的其中一項配置，那當然也會讓我們的旅程更加的舒適，所以它沒有像 Jimny 這樣子壞壞的人愛，這是一輛從良後的跨界休旅。好，你剛剛講那麼多，我就問一句，我們此時此刻要去哪裡？新竹的關西，聽說附近有一些蠻好玩的山區，我覺得我們可以進去好好的看一看嘛。你不是說從良了嗎？有没有？這個就是來到關西小鎮的第一站東安古橋。完全沒有想過關西居然有這樣的一個地方，哎，很漂亮哎。這座橋啊，旁邊就是清水公園，非常適合漫步的地方。那你看這一座啊，5孔石砌的拱橋，可以說是台灣跟日本的智慧結晶。智慧結晶。因為啊，東安古橋其實早期是一座木造的便橋，後來山洪爆發，所以橋梁被重毀了。當地人就邀請了日本的技師，再配合一名叫做李正的石匠率領的團隊，完成了這一座橋，非常的優美古典，而且是從1933年，也就是當時日治時期昭和8年使用至今。哇，那也很久了耶。所以第一站我在想說，我們可以來看一下，而且這個可以說是非常有特色的歷史建築。沒錯啊，可是為什麼關西鎮要叫關西啊？很多人會想說，是不是跟日本的關係有關的？對啊，真的有關。其實這個地方啊，以前叫做鹹菜甕，用客家話去念，很像是日文的關西関西。関西，所以呢，日本人就乾脆把這個地方的地名改名叫做關西，就是這麼來的。還蠻特別的哎。那其實台灣本來就有些地方都是有保留日治時期的地名，這也算是一種歷史的痕跡。哇，這邊真的很棒哎，這也算是一個關西秘境吧。
你看呢？車陰有沒有？对哎，真的哎，所以裡面是有魚嗎？哎有吧？哎那邊不就一坨？那哪是魚？那是石頭吧？那是石头嗎？亂講！哎，等一下，我們剛剛那個景點不是就已經很 very good 了嗎？你現在帶我來又是什麼地方？好像又要上山，旁邊又是一堆田地，還有賣橘子，是不是種橘子？等一下，我是不是誤入賊車了啊？沒有那麼誇張，我們現在才要進入正題而已，不然為什麼我要開 Vitara 這輛車啊？進入正題，總是要讓跨界休旅發揮一下它的功能性。剛剛有提到這輛車它適合在都會，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往戶外邁進。什麼戶外啊？聽起來很不妙哎。我們現在確實是要前往山區，那當然啦，這段山路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難走，而且駕駛的這一輛 Vitara 本身所具備的功能，就可以非常從容的去涵蓋這樣子的道路。剛剛你不是有提到排檔後面有一顆旋鈕嗎？你要幹嘛？等一下會稍微切換一下模式嘛，為的就是要讓整段的旅程更加的順暢。這一個系統啊，是 Suzuki 當家的4輪驅動配置 O-Grip。除了 Auto 自動模式我現在正在使用之外，如果要開的激昂一點點，當然可以切換到運動化模式。可是 O-Grip 厲害並不是只有這樣，最重要的就是它具備 Lock 鎖定模式。鎖定模式，它要鎖定什麼呀？如果真的進入到一些比較難走的道路，可能是沙地呀、泥地呀，切到鎖定模式可以讓前後輪鎖定在50:50的力道分配。如果有一個輪子遇到空轉，沒有抓地力，系統會自動將力道分配到另外3個輪子，借此進行脫困。所以我們要準備脫困了是嗎？今天不會遇到這個情況啦。哦，你早一點說嘛。那如果突然遇到滂沱大雨的話，你也不用擔心，旁邊還有一個雪地模式。可是台灣不太會下雪啊。你可能會覺得是說雪地模式，直覺就會想到就是下雪的環境，其實不然，因為只要下雨、地面濕滑的時候都可以打開。那當然，如果想要在山路上面開得更開心一點，我是覺得可以先不用，我先把這個旋鈕先蓋起來先哦。來不及了，因為我已經切到運動化模式了。那但是呢，要配合這一套系統，還有另外一個關鍵就是引擎，採用的1.4升涡輪增壓汽油引擎，還搭配了48匹輕油電複合動力，最大馬力來到129匹，並且具備23.9 kgm 的峰值扭力。對於跑山路來說，扭力的表現非常的重要。那加上4輪驅動，在山路上面的行進更加的得心應手。尤其為什麼要強調運動化模式？因為轉向也會就此變得更加的銳利，在山路上面游走、進彎、出彎，再加上力道放大之後，在上坡路段也可以更加的輕鬆。所以這個就是傳說中的小車專家，就算做跨界休旅都有一定的水準。你看被我逮到了吧？你看你口氣、表情都變了，手、腳、臉在幹嘛？你現在在幹嘛？微笑。我天哪！歡迎光臨綠光小學，這個是正宗的森林小學。哇，它保留到現在其實蠻強的哎。你該不會不知道這是什麼吧？我只知道這邊有一個小學在森林裡面，我覺得蠻有趣的，所以想說帶你們來看看。不是啊，你沒有看偶像劇《綠光森林》嗎？2005非常火紅的偶像劇啊 ！Oh my god！ 2005我好像是在看《七龍珠》哎，要不然老師的位置給你，我來當學生。你真的很不年輕哎！天哪！坐好，你居然還会知道這個地方其實蠻強的哎！這個地方其實是當初偶像劇他們保留下來的場景，看現在燈光都還在哎，好懷念哦！原來你小時候都在看這種？我是大學的時候看的啊，我那時候還很年輕啊。那個時候是念大學哦，那其實還蠻有年紀的哎。不是，我跟你講，我記錯了。現在不管怎樣，你去給我罰站，去！同學不要學壞了，惹老師生氣。
我覺得我們今天算是蠻幸運來到這個地方，因為綠光森林，我們有查了一下，其實在蠻多時候很多人來都會起大霧啊，又或者是看不清楚，視線不好。但我們這次來天氣其實算是很剛好，雖然說有點冷，走了15分鐘的步道，走到這邊看瀑布，可以放鬆一下心靈，洗涤一下我們可能在城市都市中那種很繁瑣的複雜心境。我覺得關西也蠻特別，原來這邊其實有很多秘境景點是很值得大家可以来的。這次剛好也是試駕到 Suzuki 的 Vitara， 我覺得我個人蠻喜歡它的乘車感受。其實我非常多的路段啊，我們在開上的時候啊，它又給我開運動模式了。我覺得它有 power， 整個行程會讓我覺得很有動力的感覺。但你不是覺得害怕，你是覺得很穩的那一種。但是其實到了綠光森林，我是覺得有點冷啊。請問你有沒有要走了沒啊？我都流鼻涕了很冷你覺得我們是不是該離開了？這瀑布也拍完了吧？对啊，我剛拍了幾張照片，你還想拍照嗎？我不要了，我都流鼻涕了。什麼啦？哦，好了，好惡心！趕快下山了吧？擦我身上！我還有一點啊，沒禮貌！還有一點啊。